三角洲部队剑指伊朗地下核设施，高风险突袭计划曝光。美第82空降师大规模进驻中东，不排除夺控哈格岛。伊朗高层震荡，传2000人遭清除。伊朗狂轰周边国家，海湾国家不再沉默。黎巴嫩强硬出手，驱逐伊朗大使，震动中东。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室，我是雨桐，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美国精英特种部队三角洲部队近日被传正在围绕一项极具争议且风险极高的作战设想展开密集准备，针对伊朗地下核设施实施突袭，目标直指其高浓缩铀储备。这一设想若成真，可能成为近年来全球最具震撼性的特种作战行动之一。根据多方消息，这项行动的核心目标是夺取伊朗约450公斤、浓度高达60%的浓缩铀，从而在实质上削弱其核能力发展潜力。事实上，类似反制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以及应对松散核材料的任务，一直是三角洲部队的核心训练内容之一。多年来，该部队持续进行复杂场景推演，包括突袭核设施、突破地下加固结构、提取高放射性物质等高难度科目，训练强度和复杂性都处于世界顶级水平。英国媒体《泰晤士报》披露，美国军方内部已经拟定出一套详细作战方案。根据设想，三角洲部队将搭乘 CH-47 契鲁克直升机、重型运输直升机以及特种改装的 MC-130J 突击队2运输机，在空军战斗机与侦察机的全程掩护下，强行突入伊朗领空。行动开始后，突击部队需要迅速突破由伊朗革命卫队构建的多层防御体系，深入地下复杂结构，直达目标区域。进入目标设施后，随队的工程爆破与核安全专家将承担关键任务，通过钻孔与定向爆破技术，穿透数米厚的土层与钢筋混凝土结构，精准定位并提取浓缩铀材料。整个作战过程预计至少持续24小时。在此期间，外围部队需建立防御圈，应对伊朗可能发动的反击。军事评估普遍认为，这是一项极高风险的行动，不仅伤亡概率高，而且由于关键情报存在不确定性，任务完全成功的概率也被认为并不乐观。值得注意的是，这类任务并非临时起意，长期以来，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与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一直主导相关训练体系建设。自2016年以来，反制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任务已成为重点方向之一。三角洲部队与海豹第6分队等顶级单位定期举行模拟核设施突袭演习，甚至在2024年，相关部队已经执行过完整的模拟核设施突击演练。此外，三角洲部队还从绿扁帽部队中吸收重型破坏专家，专门强化对硬化目标的破拆能力，包括钻穿深层土壤和高强度混凝土结构。美国军方甚至在2021年的预算中专门拨款建设用于模拟复杂地下核设施的训练场，使 JSOC 能够在接近真实环境的条件下反复推演此类行动。这些准备使得三角洲部队在技术层面上对类似任务已具备相当成熟的执行能力。与此同时，为支撑这一潜在行动，美军也被指正在进行大规模兵力部署。第82空降师的数千名伞兵被列为快速反应力量，负责外围控制与机降支援。超过50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人员则随2栖攻击舰前往波斯湾方向，可能与针对隔岛的控制行动形成联动。此外，游骑兵部队、第160特种作战航空团等精锐力量也被传出存在前推部署迹象。在政治层面，这一计划同样引发关注。
美国总统特朗普被指对该行动表现出浓厚兴趣，将其视为遏制伊朗核能力的关键手段之一，而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则被认为持支持态度。然而，这项高风险行动也让部分军方人士联想到历史上的失败案例。1980年的鹰爪行动，当年美军在德黑兰执行人质救援任务时，由于天气恶劣与设备事故导致行动失败，并造成8名士兵死亡。这一阴影至今仍影响着类似高风险特种作战的决策评估。不过，也有分析认为，正是由于三角洲部队多年针对地下核设施与核材料失控情境的系统性训练，使其在理论上具备一定执行信心。总体而言，这一设想若最终付诸实施，将不仅是一次单纯的军事行动，更是对美军情报整合能力、远程投送能力、特种作战协同水平以及战略决策体系的全方位考验。无论结果如何，这都可能成为现代特种作战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行动。美国2名不具名官员于30日向路透社透露，美军正在加快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的步伐，其中来自第82空降师的数千名精锐伞兵已陆续完成前沿部署。这一动向正值特朗普政府重新评估对伊朗战略之际。外界普遍认为，美方正在为多种军事选项做准备，包括可能进一步升级对伊朗的军事压力。事实上，早在本月18日，路透社就曾率先披露，特朗普政府内部正在讨论向中东地区额外部署数千名美军。这一增兵计划不仅是单纯的防御性部署，更被视为为一系列潜在军事行动铺路，其中甚至包括将地面部队直接投送进入伊朗境内执行任务。此次部署的核心力量来自美国本土的布拉格堡，这里长期以来都是美军快速反应部队的重要驻地，而第82空降师更是美军全球机动能力最强的部队之一，具备在短时间内投送至世界任何热点地区的能力。在此之前，美军已经向中东地区增派了包括海军舰艇编队、美国海军陆战队以及多支特种作战部队在内的大量兵力。仅在上周末，就有约2500名海军陆战队员抵达相关区域，显示出整体军事部署正在持续升级。知情官员表示，这一轮增兵涵盖多个层级的作战单位，包括第82空降师的指挥机构、后勤保障系统以及关键支援力量，同时还包含一个完整的旅级战斗单位。这种配置意味着美军不仅具备快速突击能力，同时也在为中长期作战提供基础保障。尽管如此，其中一名官员强调，目前美国尚未正式决定是否将地面部队直接派入伊朗境内。不过，这次兵力前推无疑将显著增强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应对能力，为未来可能展开的各种行动提供更多灵活选择。从任务设想来看，这批空降兵可能承担的角色十分多样，其中一个备受关注的选项是参与夺取伊朗关键能源枢纽哈格岛。该岛是伊朗最重要的石油出口中心之一，一旦被控制，将对伊朗经济造成重大冲击。不过，这一行动被普遍认为风险极高，因为哈格岛处于伊朗导弹与无人机的密集打击范围之内，一旦行动受阻，美军可能面临严重损失。除此之外，特朗普政府内部还曾讨论另一项更具争议的方案，动用地面部队进入伊朗，直接获取其高浓缩铀储备。这类行动不仅技术复杂，而且意味着美军需要在伊朗境内进行更长时间的驻留，甚至展开针对地下深层设施的挖掘与控制行动，其军事与政治风险都极为巨大。与此同时，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问题也成为美方战略考量的重要一环。作为全球最关键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该海峡的通航安全直接影响国际油价与全球能源市场。
美国内部讨论的方案包括派遣军力确保邮轮安全通过这一水域。虽然这一任务主要依赖空军与海军力量完成，但在某些情境下，也不排除在伊朗沿海地区部署地面部队，以形成威慑与支撑。在公开表态中，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与一个更加理性的伊朗政治力量进行接触，希望通过谈判结束当前紧张局势。然而，他同时向德黑兰方面发出明确警告，若伊朗方面不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可能会对其能源基础设施，包括油田与发电设施，采取直接打击行动。距离特朗普为伊朗问题设下的4月6日最后期限仅剩不到1周时间，中东局势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持续升温。各方力量在外交与军事层面同步加码，使这一地区逐渐逼近一个高度敏感的临界点。在此背景下，以色列近期明显加强了对德黑兰的打击力度，行动重点锁定与伊斯兰革命卫队相关的军事设施与军工节点，意图在潜在的美伊停火或谈判窗口形成之前，尽可能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与战争潜力。来自多方渠道的消息显示，伊朗政权内部近期再次出现高层人员遇袭甚至身亡的情况，反映出其安全体系正承受巨大压力。据称，位于霍拉马巴德的情报与安全系统负责人阿里·切拉吉已确认死亡。与此同时，一名隶属于革命卫队海军信息技术部门的关键军官穆罕默德·莫拉维·瓦尔丹贾尼也在近期冲突中丧生。有消息指出，他是在美军针对阿巴斯港发动空袭期间，与革命卫队海军指挥官一同遭到打击。这类针对中高层指挥与技术人员的精准打击，被认为正在逐步削弱伊朗军方的指挥链与信息系统能力。与此同时，舆论战与信息战同样在升级。以色列官方的波斯语渠道对外称，自上周五以来，已有超过2000名与伊朗政权有关的武装人员被消灭。不过，这一数字目前尚未得到独立第三方来源的核实。在情报作战层面，以色列的优势再次成为焦点。有分析指出，以色列情报单位摩萨德与 Unit 8+200长期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进行深度渗透，通过人力情报与先进技术手段的结合，实现对关键目标的持续监控。据称，以色列利用包括人工智慧系统在内的多种数据分析工具，对海量通讯与行为数据进行筛选，从中锁定高价值目标。同时，通过在当地构建的线人网络，配合电子侦察手段，形成人机结合的精准打击链条。有细节显示，即便伊朗方面对高级官员下达了严格限制，禁止使用智能手机等可被追踪设备，但其随行安保人员往往仍携带电子设备，从而在无意间暴露行动轨迹。这些电子足迹成为情报部门实施定位与打击的重要依据，也显示出现代战争中信息安全的重要性。战火拼未局限于伊朗境内，作为回应，伊朗方面的打击也已波及以色列本土。北部城市海法一座炼油厂的储油设施近日遭到导弹残骸击中并引发火情，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政治层面上，伊朗迅速做出应对，紧急任命新的情报部长，显示其内部安全压力升高。然而，在外交方面，德黑兰当局依然拒绝美国提出的相关和平方案，使原本就复杂的谈判前景更加不确定。随着军事行动与政治博弈交织推进，局势的走向愈发难以预测。与此同时，欧洲国家之间也出现明显分歧。西班牙政府公开表示，不允许美军使用其领空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并对以色列关闭耶路撒冷宗教圣地的举措提出批评。这种立场反映出欧洲内部在中东问题上的政策裂痕。尽管如此，在过去48小时内，耶路撒冷仍多次响起防空警报，显示伊朗导弹威胁依然存在，地区安全形势并未缓解。
围绕伊朗问题，中东局势正在从局部对抗迅速演变为区域性博弈。根据美联社披露，多名知情人士指出，多个海湾国家近期在闭门会谈中释放出明显更为强硬的立场，尤其是阿联酋被指已直接敦促特朗普政府考虑采取更强硬选项，包括对伊朗实施地面军事行动。与此同时，科威特与巴林也表达了支持类似立场的态度。在这场闭门磋商中，沙乌地阿拉伯、阿联酋、科威特与巴林的官员普遍认为，当前不宜仓促结束对伊军事压力。他们强调，除非伊朗最高权力结构出现实质性变化，或其在地区的军事与政治行为发生明显转向，否则任何过早的停火都可能削弱对伊朗的战略约束力。这一共识显示，部分海湾国家正倾向于通过持续高压迫使德黑兰在根本政策上做出让步。与此同时，地区地缘政治格局也在悄然变化。叙利亚过渡时期领导人朱拉尼对外表示，未来叙利亚有可能成为连接海湾能源与欧洲市场的重要通道。他指出，一旦霍尔木兹海峡或红海航线受阻，叙利亚可以作为替代出口路线，将海湾石油输往欧洲。这一构想若实现，不仅可能重塑中东能源运输格局，还将对俄罗斯在该地区的战略影响力产生连锁反应。在外交层面，伊朗方面则释放出相对缓和的信号。伊朗外长近日公开向沙乌地阿拉伯表达歉意，称沙特是兄弟邻邦，并表示此前针对沙特的攻击并非本意。这一表态被广泛解读为伊朗在多方压力之下尝试缓和与海湾国家关系，寻求外交空间的举动。不过，区域内部的裂痕依然明显。以以色列与约旦关系为例，紧张程度正在加剧。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近期拒绝与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会面。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报道，内塔尼亚胡曾多次提出紧急会晤请求，但均遭拒绝。分析认为，这一僵局与阿克萨清真寺关闭、以色列定居者暴力行为以及长期未解的巴勒斯坦问题密切相关，进一步加剧了地区政治对立。能源战线同样成为冲突的重要延伸领域。根据卫星与能源监测数据，连接阿布扎比哈布山油田与富查伊拉港口的关键输油管道哈布山至富查伊拉管线上的2座泵站近日发生大规模火灾。该管道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够让阿联酋原油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直接出口，被视为在战争状态下极为关键的备用通道。分析人士指出，如果这一事件被证实与伊朗有关，那么其战略意图将不仅限于威胁海上航道，还包括打击所有绕开关键水道的替代能源路径。与此同时，核问题再度成为焦点。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近期对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发出严厉批评，甚至将其形容为中东的新希特勒。更引人关注的是，他公开暗示，一旦伊朗成功发展核武器，沙特将迅速跟进。这一表态引发外界对中东可能出现核武扩散甚至军备竞赛的高度担忧。局势的发展还呈现出明显的波动性。此前态度强硬的阿联酋一度公开主张彻底摧毁伊朗，认为单纯停火无法解决问题。然而，在伊朗对其境内最大铝厂发动袭击之后，阿联酋的立场出现明显转变，开始转向支持通过外交途径结束冲突。这一变化反映出，当冲突直接波及本土经济命脉时，地区国家的政策可能迅速调整。从整体战局来看，冲突范围正在显著扩大。根据阿拉伯电视台统计，截至3月29日，自本轮中东冲突爆发以来，伊朗已向以色列发射约300架无人机和550枚弹道导弹，而针对海湾邻国的攻击规模更为庞大，累计发射约1119枚导弹与3792架无人机，数量接近前者的4倍。这一数据清晰表明，战火早已不局限于以色列方向，而是全面蔓延至整个波斯湾地区。近期中东局势的剧烈变化，正在对原有的地区权力结构产生深远冲击。
随着伊朗与周边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对抗不断升级，其对外军事与政治行动所带来的外溢效应，也开始反作用于其长期经营的地区影响力网络。特别是在沙乌地阿拉伯、阿联酋以及卡达等国逐渐转向更强硬立场的背景下，伊朗在阿拉伯世界的空间明显收缩，甚至连其重要支点之一的黎巴嫩也开始出现政策转向的迹象。在这样的背景下，一起极具象征意义的外交冲突事件引发广泛关注。当地时间3月29日晚，被设定为伊朗驻黎巴嫩大使穆罕默德·里萨·谢巴尼必须离境的最后期限。然而，这位大使公开拒绝执行黎巴嫩政府的驱逐决定，选择继续滞留在首都贝鲁特。这一举动迅速将事态推向对抗边缘。随后，事态出现戏剧性升级。根据网络流传的视频画面显示，黎巴嫩方面并未在最后时刻让步，而是采取了强制措施。多名身着军装的人员进入伊朗使馆区域，将这名大使从馆内带离。在过程中，双方出现明显肢体冲突，这位大使被推搡，甚至遭到粗暴对待，其头部疑似受到冲击。最终，他被强行带上一辆车辆离开现场。尽管相关细节仍有待进一步核实，但这一画面无疑在外交层面引发巨大震动。对于这位大使拒绝离境的原因，外界普遍有多重解读。其一是出于个人安全考量，在当前局势下，相较于返回德黑兰，留在黎巴嫩或许被认为风险更低。其二则涉及更深层的地缘政治背景。长期以来，伊朗通过扶持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巴嫩内部建立了强大的影响力体系。虽然黎巴嫩在名义上是主权国家，但在现实政治中，真主党在军事与安全层面的力量，长期对中央政府形成制约，使伊朗在当地拥有远超一般外交关系的实际影响力。真主党作为伊朗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代理力量之一，其组织结构、资金来源与武装力量都与伊朗保持紧密联系。该组织不仅拥有独立武装体系，还多次公开表达对伊朗的政治与宗教忠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其军事实力一度被认为超过黎巴嫩国家正规军，使黎巴嫩中央政府在很多问题上不得不采取谨慎甚至回避的态度。不过，局势在过去1年发生明显变化。2024年，以色列对真主党实施的一系列高强度军事打击，对其战斗力与组织结构造成严重削弱。这种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伊朗通过真主党对黎巴嫩施加影响的能力，也为黎巴嫩政府争取到更大的政策空间。即便如此，黎巴嫩内部的政治平衡依然十分脆弱。长期以来，政府在处理涉及伊朗与真主党的问题时，始终保持高度谨慎，担心任何激进行动都可能引发国内政治对立，甚至演变为更大规模的内部冲突。因此，公开驱逐伊朗大使在过去几乎是难以想象的举动。而此次行动之所以得以发生，与当前区域环境密切相关。随着伊朗在中东冲突中逐渐成为多方压力的焦点，其外部支持环境明显恶化。在美国及多个阿拉伯国家的共同施压下，伊朗的地区行动空间被进一步压缩。在这种大背景下，黎巴嫩政府选择在这一时机采取行动，既有现实安全考量，也带有明显的战略试探意味。有分析认为，这一举动不仅是一次外交事件，更可能预示着黎巴嫩在地区政治格局中的重新定位。如果未来伊朗整体影响力继续下降，那么像真主党这样的组织，其在黎巴嫩国内的主导地位也可能随之动摇。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